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度專題。老實說，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故事，絕對會讓你對個人成長還有職業韌性這兩個詞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看法。這不只是一篇無聊的人物專訪，它更像是一堂大師課，教你怎麼在時代的狂風暴雨裡面，用終身學習來當做自己的護城河。我們今天的主角真的完美示範了，當你決定不再安於現狀的時候，那個蛻變會有多驚人。所以這就衍生出一個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一個最基層的工作者，到底要怎麼在長達20年翻天覆地的產業大洗牌裡面存活下來？你想想看哦，過去這20年，科技啦、法規啦，甚至我們工作的方法變了多少次？在這種情況下，光是要保住飯碗就已經夠讓人頭痛了，更何況還要逆勢成長，甚至跑去帶領別人。這就是我們今天這集專題要來幫大家拆解的核心謎題。沒錯，來認識一下我們今天的主角吳佩瑜。從西元2000年，也就是民國89年開始，他就在台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服務，擔任秘書長。這20多年來啊，他一直都在第一線，幫無數的運將大哥大姐們到處奔走。他不只是看着工會一路走來，他自己根本就是這段歷史裡面最堅定也最有人情味的那股推動力量。好，讓我們先進入第一部分，基層的起點，看看他當初是怎麼在保守的工作文化中求生的。你知道嗎？以前那個年代的勞工團體，普遍都有一種很老舊的觀念，就是覺得，哎呀，行政人員嘛，你就把分內的事情做好，業務摸熟就好了。至於額外去進修，在他們眼裡，那簡直就是浪費時間。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上班的地方從來沒有人鼓勵你進步，甚至覺得你跑去上課是吃飽太閒，那真的很容易就跟着停滯不前了，對吧？可是你要知道，停在原地不前進，往往就是被時代淘汰的第一步。而且現實真的是很殘酷，根本沒有給他們慢慢來的時間。當時工會的會員人數直接從最巔峰的13000人一路狂跌到現在的大約2000人，這可不是什麼溫水煮青蛙的緩慢下滑哦，這根本就是大地震誒！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種雪崩式的流失給工會帶來多可怕的轉型壓力跟生存危機。如果再不趕快做點什麼，整個工會可能真的就要關門大吉了。那到底為什麼會跌成這樣？其實就是大環境在逼着你變嘛。像是勞保法規改來改去，整個產業結構也在大洗牌，再加上那些駕駛員的需求變得超級複雜，從開計程車的、開大貨車的到開遊覽車的，每個人遇到的困難跟法規都不一樣。以前那套我只管做好分內事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根本就罩不住了。工會那時候需要的已經不是普通的行政人員，而是能真正幫大家解決問題的專家。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壓力，早期的吳佩瑜其實心裡是非常慌的。他知道自己的專業知識不夠用，每次會員帶着複雜的問題來求救，他都有一種力不從心的無力感。可是他心裡也很清楚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他想變成那種可以冷靜聽大家訴苦，充滿同理心，還能幫忙找資源解決問題的領導者。就是這種覺得自己很無力，跟超級渴望變強之間的巨大落差，反而變成了他後來拼命成長的最強動力。這就帶我們進入了第二部分，長達15年的學習之旅，這也是他冒險的呼喚。為了打破自己的知識天花板，他做了一個可以說是改變他一生的決定，跑去報名台南市勞工領袖大學。重點來嘍！這可不是去上1-2堂課就結束嘍。從民國100年的初階班開始，接着101年的進階班，103年高階班，然後從104年一路到現在，他年年都去上精英班，真的是整整15年，從不間斷耶！我的天哪，這毅力真的很驚人，這才是真正的扎根基層，學無止境啊！你可能會好奇，到底是什麼魔力讓他可以一直學下去？他自己就說過，這邊教的東西真的超實用，不止工作上用得到，連平常生活都很有幫助。
而且最棒的是，課程每年都會更新，真的會讓人上癮，欲罷不能。在現在這個變化這麼快的世界裡，這種能直接給你最新實戰武器的地方，真的就是他最需要的。對他來說，這些早就不是死板板的課本，而是他每天拿來幫運將們解決困難的生存手冊。俗話說得好，努力絕對是不會背叛你的。到了2015年，也就是民國104年，他已經不再只是台下那個默默抄筆記的學生了，他直接站上舞台，成了社會對話論壇的引言人跟語壇人。這真的是一個超大里程碑，代表他已經把這幾年學到的東西全部吃透透，正式升級成一個被大家認可、有影響力的勞工領袖了。接下來進入第3部分，我們來看看他怎麼用同理心化解危機，那些實戰中的考驗與勝利。其實啊，知識這種東西，真的要在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才會有價值。他每天面對的危機真的是千奇百怪，除了幫忙喬很複雜的車禍理賠，疫情期間還要到處去搶防疫物資。最誇張的是，連會員的小孩在學校遇到霸凌，居然都跑來找他求救。這就證明了一件事，大家對他的信任早就超過了一個工會秘書長該做的事。他根本已經變成所有會員心裡的超級避風港了。說到這個，他在處理最常見也最讓人頭痛的車禍理賠時，其實有一套很厲害的勝利方程式。首先，第一步，你絕對要有非常扎實的法律跟行政知識，這是談判的底氣。但這樣就夠了嗎？當然不夠。第二步才是真正的靈魂，同理心加上積極傾聽。你要真的去理解雙方在怕什麼，需要什麼，才能順利推進到第3步，也就是讓大家都點頭答應的成功協商。這15年的進修，讓他同時擁有了理性的專業跟感性的溝通這2項超強武器。也因為他把專業跟人情味結合得太好了，大家都封給他一個稱號，叫做工會裡的萬事通跟最堅實的後盾。剛才不是有提到幫會員處理小孩被霸凌的事嗎？你想想，這根本跟工會業務八竿子打不着吧？但因為他這10幾年上課認識了超多人，累積了超強的人脈網，讓他可以去拜託同學、老師，把各方資源拉進來，最後居然真的把這個家庭危機給順利化解了。這絕對是資源整合的最高境界啊！還有前幾年疫情大爆發的時候，運將大哥們的生計可以說是受到重創。那時候他可沒有乖乖坐在辦公室裡等哦，他是一個人衝出去，到處奔走，拼了命的去幫大家調度酒精啊、口罩這些救命物資。在大家最恐慌、最黑暗的那段時間，他用真正的行動去陪着會員度過難關。這種在危機時刻直接挺身而出的魄力，真的完全證明了他這些年累積的軟硬實力有多強大。這就來到了我們的最後一部分，終極的自我投資。看看這一切的回報與行動呼籲。所有流過的汗水，終於在2023年開出了最漂亮的花。那一年，他一口氣拿下了全國模範勞工，還有勞工領袖大學卓越校友這2個超級大獎。這可不只是2張表框的獎狀而已，這是整個國家體系對他這15年來拼命超越自己，還把學到的東西拿去幫助別人的最高肯定。他用自己的故事證明了，就算是基層工作者，也絕對有能力去翻轉整個群體的命運。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他的故事，他想告訴我們的核心理念就是：上課就是投資自己，也是最划算的投資。學到的能力，無論走到哪裡都能帶着走。這句話是不是超有感？真的，外面的世界怎麼變，產業怎麼洗牌，甚至哪天你的職位不見了，可是你裝進腦袋裡的知識，你練出來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誰也搶不走的。這才是你人生最強大的護城河。聽到這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想說：“哎呀，一直去進修上課，一定很貴吧？”其實根本不會，像他上的這種超級實用的課程，現在都有開放給一般勞工參加，而且最棒的是，政府有高額補助誒，你自己只要負擔一點點的學費就好了。所以你看，通往成長的大門早就幫你打開了，現在唯一的阻礙就看你願不願意跨出那一步去爭取了。
好啦，今天的深度專題就到這邊。我們看了吳佩瑜怎麼從一個慌張的基層人員，靠着15年不間斷的學習，進化成得獎無數，還能扛起2000個家庭的超強領袖。那麼現在輪到你了，在這個每天都在變的世界裡，為了你自己的未來投資自己，你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呢？是去報名那堂你猶豫很久的課，還是把買來積灰塵的那本書拿起來看？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然後採取行動吧。